我们要模仿曼波鱼那个滑嫩的口感。哦，外面那个 QQ 的那个胶原对胶原蛋白的地方。哦，恭喜你录取老板娘这个角色。真的很像鱼的胶质片下来的那个口感，好糊溜哦。这个味道很好哎。Hello， 欢迎来猜露露，我是小野。今天我们要来拍我们睽违已久的企划，就是来跟主厨学道菜。这个企划内容呢，就是我们会去找一间餐厅的老板或者他们的主厨来教我们一道他的私房料理。那我们今天呢，就是来到我们很爱的一家餐厅，它就是位在头屋交流道旁边的蟾蜍素食餐厅。那这间呢，算是我们南来北往啊，都会经过买一下外带一下。离交流道非常的近，不到1分钟。那我们也有拍过它的探店，所以还没有看过的话，可以点上面去看看。那我们现在就去找他们的主厨学道菜喽，走！来找主厨，找主厨。今天要来找主厨学道菜，请问你是主厨吗？不是哦，主厨在里面哦。那你是做什么的？我是趴车的，你是趴车的。现在我们去找主厨。好，这边请哦。我们蟾蜍素食餐厅的中红主厨，那他们呢也在2023年呢拿到蔬食界米其林的绿蔬食评鉴的1星餐厅，那就是我们的1星主厨。对，1星主厨在这里。好，那请问中红主厨，我们今天要准备什么料理呢？树脂曼波鱼。树脂曼波鱼，树脂是什么？哦，就是泡波剂，对，台语说的泡波剂。对，这种一颗一颗，通常会放在那种。荤的话是蒸鱼上面的，蒸鱼上面。对，今天要做曼波鱼哦。对。那我们首先，你吩咐我做事情吧。好，我们先切配头。配头。对。为什么叫配头啊？配头。配料的意思吗？最后结束之后，我们有爆香的动作，就像我们荤食料理蒸鱼上面的葱丝跟辣椒丝。那我们因为我们是素食餐厅，所以我们利用茭白笋把它切成丝跟辣椒丝。哦，碧玉笋，碧玉笋，要讲错，碧玉笋切成丝。中国主厨是第一次拍摄节目，他现在紧张，手在抖。不好意思。不会，好，那我要怎么切？你教我怎么切？我们先把头去掉，尾去掉，因为头会有黄黄的部分，取我们要的长度，然后把它切成丝。啊，这样直的这样子切。对。哇塞，它就变成丝了。哇，真的很细耶。对，慢慢来没关系。陆羽比较不习惯用这种中式菜刀，我不会用这种菜刀，我用这种菜刀会变成 K。我尽力了，比较高了。不错哦，看一下，可以来餐桌上班，可以来这边上班的。老板可以吗？可以啊。可以啊。恭喜你录取老板娘这个角色。有经过我同意吗？再来就是辣椒丝，我们一样是要取我们的宽度。那我们比较专业的切法是，这我真的不行。把那里面的那个籽取出来，芯取出来，用滚的这样。对，这个是比较专业的切法。我有个问题，你手不会辣吗？我们习惯了。对，那如果一般家庭主妇在家里料理，很简单，对半。对半之后，再用刀背，把它刮出来。把它刮沙。这是我们比较常见的在家里面的方式啊。对，比较安全的方式。然后再来就是切丝。切丝从背面上切会比较好切吗？因为我们菜刀比较利，可以用背面。那如果菜刀不利的，就可能要换另外一面。换里面的那一面。换里面那一面不光滑这一面。对，会比较好切。来，麻烦你。其实一般在家里面可以吧？可以。好厉害哦！是。之后我们就把它放在水里面。放在水里面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切的时候，它是整个是粘在一起的。你泡过水之后，它就会蓬起来了。所以它放在上面，它就会撑起来，蓬蓬的。对。再来就是我们的椰子肉，今天的主食。那这个食材虾皮都可以取得，虾皮就买得到。其实你上面网络上打我要打什么？椰肉，对，椰肉，这都是进口的。或冷冻椰子肉都可以。来的时候，像这种就太大片，我们可以把它对半一刀就好。就直接这样切。对。把它切。
就这样子切就好了，对对对对对，不要太小块。再来就是我们的绿豆宽粉，我们这边有泡好水的。哦，那一般家庭主妇可以先让它泡水。泡水之后，它吸了水分之后，等一下我们煮就会比较方便，比较快速。等于是过水就好。对，我们先泡水，泡软之后，然后再过热水。所以今天要准备的食材其实不多，对不对？不多，还蛮简单的。这粉是要干嘛？地瓜粉。地瓜粉。对，我们要模仿曼波鱼那个滑嫩的口感。哦，外面那个 QQ 的那个胶原蛋白的地方。哦。所以它等下裹完粉是炸吗？还是煎？我们过水，一样用烫的部分。用烫的哦。对。直接烫它就会粘在外皮，会有透明的一层的感觉。对对对，也可以用太白粉。我们因为要求健康，我们是用地瓜粉。对，家里如果有太白粉也是可以。我们现在第一步要先，我们先做曼波鱼的部分。曼波鱼，所以就是刚刚说的裹粉，然后穿烫。那个椰肉是要稍微让它有点泡水的概念，然后再去裹粉。因为它来真空包来退冰，它就是湿润的。所以现在可以下了吗？还不行，还要再滚一下。等水滚。你如果没有水滚下去，它会脱粉。哦。所以最好是水滚，就等于变成是泡水的概念。好，我们现在水滚了。好，那我们现在粉也沾好了，直接下去。滚水下，对，一定要滚水哦。对。啊，我要拉吗？不用。我们今天这个卡式炉火比较小，它如果平常是在家里的话，厨房内它火比较大的话，它水就会一直持续的滚，对不对？对。但是我们还是尽量让那个水在很滚很沸腾。你是要捞起来了吗？对，这样就好了，这样就可以了，它会呈现一个透明。因为其实椰果本来就是熟的东西，它只是要外面的那个让它定型而已。现在就把它捞起来。它真的外面有那个胶原蛋白，很像鱼跟骨头中间的那一块那种，对，就它就是胶质那种亮亮的地方好，那我们曼波鱼刚已经做好了，接下来要做什么？接下来是烫我们的绿豆宽粉。绿豆宽粉，它这就是泡过水的龙叉品牌的对绿豆宽粉，大家熟知的。反正就是去找你喜欢的绿豆宽粉。那泡水大概要泡多久？差不多15分钟左右。15分钟左右，然后再过水。然后过水大概应该很快，很快，因为它泡过水，它已经吸饱水分，所以我们等下下去，它马上它就软了。我们那这水是可以准备用刚刚那个水直接洗过吗？不行，因为刚刚那个有做过地瓜粉的，所以它会有点勾芡的感觉。现在是换一个清水，对，清水下休息站。那武器不行吗？盘子可以啊。下去哇，它马上软呢。对，呈现透明，就可以捞起来了，就可以捞起来了。好，我也可以关了。就是下面电冬粉，盘底，它叫盘底，真的都有专有名词哎。刚刚是配头嘛，现在是盘底。好，那我们现在就把刚烫好的那个椰子肉、曼波鱼放上去，摆在它的上面。这其实可以出过年菜，好像蛮简单的。接下来我们要做什么？接下来我们要煮酱汁，要把那个椰肉的味道呛掉。是用酱汁呛哦？对，呛油的方式。就是那个酱汁会跑去跟椰肉讲说，你买账，然后回来。我们就准备一罐树脂，全年都买得到。瀑布脂啊，对。还有一罐白印油，一定要白印油。对，因为黑的印油它是有焦糖色素，它就没有那么黑。那它比较甘甜，而且它好像没那么咸。对，它没那么咸。对，那它的量大概家里都有汤匙1:1水2，瀑布脂是用里面的汁。还有它的树脂，这个是1，要一起。对，白印油的话也是1。再来就是我们先下水，白印油。好，白印油，然后瀑布脂跟树脂的含水的瀑布，含它的瀑布脂汁的瀑布脂，它已经有那个甘甜的那个味道出来。瀑布脂的味道很明显。还有那个印油，所以等下是直接淋进去吗？对，现在滚了，我们就可以关火，然后就淋上。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吗？好，再来我们把我们的碧玉笋丝、辣椒丝直接先放上，对，放在它的上面。好美哦！这真的完全可以出年菜嘞。还有最后一个步骤，对，有没有纸？擦一下，擦干。做完酱汁之后呢，我们是有把它先擦干的，对不对？对，要不然它会有油爆的危险。因为里面有水分的话，你加油下去它会爆炸。所以就你简单就是先换个锅子，对，然后再进来做。现在先下的是香油，然后沙拉油一点点，一点点就可以。对，香油
它如果过度加热，它会苦，加一点沙拉油，让它比较它就可以比较高温一点。我要怎么知道它热？冒烟？对，它会微微冒烟。微微冒烟的时候，也不能让它那个烟很大很大，就微微冒烟就好。对，微微冒烟就好。这边。哦，这代表我们刚刚的水没有擦干净。对，助理，我是导演，哎，总车的那个谁，小张，小张是哪位？好，来冒烟喽！冒烟了，现在冒烟了。哦，那香气有出来，很香啊。哦，这样呛一点点就可以吗？对。哦，就这么一点点。那我们这样一道菜就完成。哇，其实很快，超快的。这一道在家里做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特别要注意就是刚刚呛油的部分，因为你锅子如果有水，那它就会油爆，对，会比较危险。我觉得蛮简单的。但是你要买到椰子肉，不要真的拿到慢波斯。不加油也可以，因为这个等于它的热量很低。那在减肥的人也可以不用呛油这个部分。完成，那我们就来试吃。开动哦！开动！哇，怎么样？好骨溜哦！是硬油的香气吗？对，主要是硬油的香气。还有我觉得泡芙纸在里面很重要。哎，它这里基本上没有什么椰肉，只有尾端有一点点椰子的香气，但你一入口的话，真的很像鱼的胶质片下来的那个口感，真的超好吃。过程中调味料真的很少，没有加盐巴，没有加盐巴，而且它连穿烫什么都没有再加盐巴，可是现在的咸度其实很刚好。中红主厨教的是我们在家里面的方法，因为我们之前是用卡式炉，那火一定会比较小，现在就已经这么好吃了，何况是来到餐厅里面，他们是用那种大炮炉炒出来的味道会不一样。也想要跟中红主厨聊一下，你原本就是吃素食吗？我原本是吃荤食，8年前来到苗栗，因为太太的关系，才开始慢慢吃素食。8年前我是个卡车司机。哦，你是8年前从头开始？对，我是从头开始。哇！我从蟾蜍的面点开始学习，学习面点都学会了之后，才开始进厨房。今天让我学到一个方法，冬粉泡水泡得够，下锅不到1分钟，马上就好了。它现在还是 Q 的，因为你有时候在热水里面一直煮，你会不知道那个时间点，先泡水的那个步骤可以让冬粉到现在我们放那么久，它还是 Q 的。那我们做这个系列啊，最主要目的也是希望像中红主厨啊，让其他的主厨跟餐厅老板，大家都可以开始分享一些东西，然后让蔬食越来越蓬勃发展。然后大家如果喜欢这道菜，一定要来到苗栗蟾蜍来吃吃看，用那种厨房设备这样砰这样子炒出来的香气，这里的餐点不会让你失望。好，那喜欢这支影片的记得帮我们订阅，还有开启小铃铛，不要忘记追踪我们的 Facebook 还有 IG 哦。